我是天生坏种，却托生到崔氏这等清流世家。阿婉呀，娘知道你心疼哥姐，可你长姐正和小侯爷议亲呢，若让人知道家中有个矍子必报的妹妹，恐怕会耽误你姐姐的婚事。是啊，阿婉，你大哥在官场战战兢兢，唯恐行差踏错一步。若被人知道家中妹妹心狠手辣，只怕这会成为政敌攻击你大哥的软肋。就当是为了你哥姐的前程，好歹装一装，行吗？家人待我好，我自然投桃报李。哎，我不懂我这样有什么不好的。姑娘这人淡如菊的名声，如今传遍京城，谁都夸您是世家典范呢。只不过略施小计，立个人设罢。可没想到人设立得太成功，竟惹得太子上门提亲。太子跟沈绿莹情深意挚，但沈绿莹身份不够，太子不愿她受委屈，所以选了我这么个名声在外的软柿子来当他的表面太子妃。殿下，阿婉自幼身子弱，性情更是顽劣，实在担不起太子妃的重任，请殿下收回成命。崔大人若非绿莹身份太低，太子妃的位分根本轮不到你家女儿来做。姑千挑万选，才选中阿婉这么个人淡如菊的性子来。你家如此不识抬举，是忘记姑赏给你大女婿的8个美艳侍女，还有你那暂时赋协的大儿子了。若非绿莹身份太低，这位置轮得到你。记住，姑心中唯有她，你入门后绝不许为难她。殿下，阿婉性子乖张，实在是不适合进东宫。崔大人，为了保住这个二女儿，你连长子的前程、早女的家恩都统统不要了是吗？好家伙，原来我人淡如菊也护不住哥姐啊！那还等什么？坏种守则第1条，识时务者为俊杰。阿婉愿入东宫，还请殿下大人有大量，宽恕阿婉的家人。早这么听话，你大哥也不至于赋闲在家。狗太子，你最好睁着眼睡觉，否则我一定让你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我们崔家女儿是嫁不出去吗？不要横插一杠在我和燕郎哥哥之间！快保护太子和太子妃！住手！任何人不得对侧妃无礼。若侧妃伤了一根汗毛，姑拿你们试问。坏种守则第2条，该出手时就出手。燕郎哥哥，救我！救我！绿莹，救侧妃！快救侧妃！姑不要她有任何闪失。殿下，外头可是有刺客，您没受伤吧？刺客凶猛，绿莹为护我们被烈马踩伤了，姑要先带她去看太医，婚事一切从简。侧妃怎么样了？天可怜见的，好好一个人怎么就被马踩伤了？伤口严重不严重？都说太子对太子爱若珍宝，今日明明是侧妃，甚至差点伤到了太子妃，太子却能颠倒黑白，如此说成是救人的英雄。谁人不知咱们这崔家二姑娘性子最是温顺，不争不抢，大婚头1天就被太子当众冷落，这太子府日后可有好戏看了。姑娘，方才那马疯得离奇，若是上头查下来，可怎么好？你听，谁人不知我崔婉人淡如菊，不争不抢，这种事就算调查个100遍，也不会有人怀疑到我身上。这都什么时辰了？听说太子殿下直接宿在那边了。嬷嬷，帮我把这沉死人的发冠和头饰全拆了。姑娘，不等太子殿下来了。他不会来了。大婚之日，太子不入洞房，这传出去，您来日在这东宫宫如何自处啊？不若老奴现在就去，就说您今日受了惊吓，去偏殿把太子请过来。好嬷嬷，不要做无用功。今日大婚，我真的好累，我只想好好休息。好嬷嬷，你就帮我拆卸一下，让我安心睡一觉吧，好不好？你这孩子，真是拿你没法子。那老奴在门外守着，万一太子来了，也能及时跟您汇报。也罢，我知道嬷嬷您谨慎了一辈子，拦是拦不住的。那嬷嬷去穿厚些，别冻坏了。嬷嬷，昨夜没睡好，怎的脸色这么难看？昨晚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别瞒了，
说吧，沈绿莹昨晚折腾出什么花样了？沈侧妃昨晚查出了1个多月的身孕，太子殿下又喜又忧，发了疯似的把整个太医院的人都给薅来了，唯恐那沈绿莹和孩子有什么差气。殿下还说侧妃纵马伤人是应该的，旁人阻止他伤了他，那就是罪该万死。这套逻辑跟我的坏种逻辑简直一样感人，不愧是我的亲亲夫君。娘娘，您怎么还笑得出来？这沈侧妃有了身孕，您以后在东宫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殿下有令，要彻查昨日婚礼上到底是谁暗箭伤人，说是要剐了那贼人，为小主子报仇。我亲自设计的袖箭，他若能查出半点端倪，我这么多年的功夫也就白练了。嬷嬷，把那用姜汁浸过的手帕拿过来吧，总是要装一装的。坏种守则第4条，走敌人的路，让敌人无路可走。哎呦，嬷嬷，按我说的去办，动作要轻。哎呦，绿英妹妹的身子无碍吧？妾身听闻妹妹怀有身孕，胎相可稳，不搭理我甚好，更适合我待会儿卖惨。昨日婚礼从简，又没入洞房，妾身今日实在不敢单独入宫拜见。世人皆说你崔家女人淡如菊，怎的才入门第1日就如此聒噪扰人？怎么，你如此急不可耐，就这么想要跟姑洞房？殿下误会了，妾身只是怕误了给父皇母后请安的时辰，落个不孝的罪名，连累了殿下和崔家。若是殿下实在走不开，那妾身就自己去好了，大不了被父皇母后责罚，妾身一人承担便是。瞧瞧，堂堂太子妃，入门头1天就被殿下这么数落，什么人淡如菊，还不是眼巴巴来争宠的，真是自讨没趣。没完，哭丧呢！大早上的，在我们外哭什么哭？崔婉，若不是为了护你，我怎会怀着身子受伤？你倒还在这里哭！我发现你们京中贵女就是矫情，开口闭口就是洞房。怎么，我和孩子危在旦夕，你还要缠着阉郎哥哥在床榻上欢喜？崔婉，你有没有心？锦瑟姑姑，太子妃受委屈了，娘娘记挂您，特意遣奴婢来看看。莫怕，凡事有娘娘为您做主。侧妃大婚之日荒唐胡闹，甚至纵马冲撞，差点伤了皇孙。皇后娘娘听闻后很是后怕，传娘娘口谕，命侧妃即日起亲自抄写《金刚经》5遍，静心悔过。姑姑，绿莹她还怀着身孕，殿下若真的爱重侧妃，就该为她计长远。太子府这2日的荒唐事，淑妃娘娘早已添油加醋地禀告了圣上。殿下，孰轻孰重，您心里总该清楚吧？这2日姑关心则乱，心思都在孩子身上，确实委屈了太子妃。姑素闻太子妃崔婉人淡如菊，最是大度，必定不会像那些市井普通妇人般为这点小事就拈酸吃醋吧？殿下说的是，妾身既然进了东宫，便与殿下夫妻一体，无论发生什么，妾身绝不会给殿下添堵。这才是姑的好太子妃。准备马车。才怪，狗太子不痛，如何对得起我今日流的这些眼泪？坏种守则第5条，打蛇打7寸，咱们走着瞧。哎呦，快让本宫瞧瞧，可怜见的大婚日独守空房的滋味不好受吧？瞧瞧，这眼睛都哭成什么样了，定是受了大委屈呢。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父皇息怒，儿臣只是崔家满门忠心，你大婚之日却这样欺辱崔卿的女儿，你让朕如何面对崔卿？让你皇家如何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堂堂太子一点城府都没有，为这个不安分的妾闹得前朝后宫人仰马翻，连太医院都差点被你翻个底朝天，你可还有半分储君的样子？父皇请息怒，殿下昨夜去沈妹妹房中，并非宠妾灭妻，实在是妹妹怀有皇家子嗣，妾身心中不安，特意劝殿下去照看的。殿下爱宠子嗣，乃是仁德，若非妾身身子不济，原本也是想亲自守在妹妹榻前的。殿下不必自责，阿婉明白您的心意，只要皇孙平安，阿婉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亏得你娶了个知书达理、人淡如菊、善解人意的太子妃，若是还有下次，朕定不轻饶。胡闹也得有个度吧！若不是本宫提前命锦瑟拦截了这画子，等淑妃那贱人拿着它去圣上面前添油加醋，你这太子之位还要不要做了？你喜欢谁不好，非要弄个土匪头子的女儿，弄也就罢了，你就不能低调些？你自己看，你当年剿抚久攻不下山寨，便利用男色去勾搭那沈绿莹，诱她动情，里应外合才将山寨一网打尽，这是什么光荣的事吗？儿臣那是为了大计。为了大计？那你还由着那些穷酸文人给你们编写话本子？怎么，你是怕沈绿莹忘记你利用她的过往，还是怕天下人不知道他们尊崇的太子殿下是个靠美色成事的窝囊废？太子妃，娘娘在气头上，
您别往心里去。姑姑折煞阿婉了，说的好听，这不就是在考验我？崔家乃清流世家，家中子弟皆方正有出息，阿婉更是女子闺中的典范。她进门不争不抢，处处为你筹谋，你就当真觉得她好欺负，由着那个土匪女作践她？儿臣不敢。母后，殿下也是心疼皇孙，阿婉没受什么委屈。是儿臣梦浪了，请母后责罚。母后，请听儿臣一言。古往今来，《孙子兵法》中亦有美人计一说。咱们殿下当年能因势利导，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清风寨，消了我大楚的心头大祸，这分明是奇谋。世人常说行大事者不拘小节，为了边境百姓不受侵扰，殿下宁可自损名声。大楚有此心怀天下的储君，乃是百姓之福啊。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殿下于天下大义无损，正是这份情谊，才说明殿下是至情至性之人，宠爱侧妃亦是人之常情。今日得知沈侧妃曾对殿下有如此助佑，妾身心中只有钦佩和羡慕，恨不能多学些本事，也能为殿下多做一些事。阿婉说的对，情义要有，大局更要有。既如此，你便该知道如何堵住外头的悠悠之口。你们大婚已成，当尽快怀上嫡子，这才是东宫的立身之本。儿臣明白，定不负母后所望。怀孩子，其实我是有些恶心的，但掀桌子也得有筹码不是？就当被蚂蚁蛰了。坏种守则第6条，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我们坏种向来能屈能伸。殿下，皇后娘娘说了，今夜务必让奴才守在廊下，记录起居，好让娘娘宽心。滚出去！殿下若是不愿，去沈妹妹那里便是。阿婉会向母后解释。解释？母后派人寸步不离的守着，姑能去哪儿？姑哪怕少待1刻钟，绿营就要多受1分罪。姑这太子当的真窝囊，如今连睡在谁床上自己都拿不了主意。殿下，既然是为了大计，便别想太多了。崔婉，既然母后说了，那本殿下就如你所愿。姑娘，殿下这几日折腾得太过了，老奴瞧着您这脸色。他是心里过不去沈绿营那关，在跟我这发泄呢。西边那位沈侧妃，听闻殿下连着7日宿在您这儿，已经闹得绝食了，听说还见了红。他越是闹，燕郎就越觉得对不起他，就越得在我这儿卖力气。也不知沈绿营还能忍得了几天。侧妃，您吃一口吧，您都7天没好好吃东西了，小主子要紧啊！燕郎哥哥呢？他是不是又在那个女人房里？燕郎，你骗我！你说过你只碰我一个的。殿下，快去救救侧妃吧！侧妃她腹痛难忍，正满地打滚呢。侧妃哭着说要打掉腹中的孩子，说她要回清风寨去，再也不在竞争安妮和太子妃的眼了。什么？她疯了不成？殿下快去吧，绿营妹妹怀着皇家骨肉，若真有个3长2短，臣妾如何担待得起？姑去就回。姑娘，这已经是第几次了？沈侧妃分明是故意的，偏挑着这种时候，她这是要把殿下从您这儿生生勾走啊！她享受惯了独宠，孕中多思，自然看不得燕郎与我日日洞房。可她拿孩子做戏，简直是荒唐！万一真伤了小主子，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她如何能忍？便让她闹去，她闹得越凶，外头议论的就越响。殿下，侧妃绝食了，说要一命抵一命。沈绿营，你以为这样就能拦得住吗？姑娘，您这是……请吴太医悄悄的。恭喜太子妃，您已有越狱身孕。嬷嬷，知道该怎么做了吧？老奴明白。悄悄的把太子妃有孕的消息告知皇后娘娘。殿下快些，侧妃疼得都要咬舌了。太子殿下，皇后娘娘急召，请您立刻进宫，片刻不得延误。绿营腹痛难耐，命在旦夕，姑晚些自会向母后请罪。
娘娘说了，是关乎东宫的大事。带路！夜郎哥哥呢？他怎么还没进来？离郎姑姑，你拿的是什么？夜郎哥哥呢？殿下进宫尽孝去了。侧妃，这味药是娘娘亲赐，最能治您的腹痛。你放开我！我是未来的皇长子之母，你们敢？崔婉，你这个毒妇！夜郎哥哥若知道你杀了我们的孩子，绝不会放过你！你蛇蝎心肠，不得好死！妹妹慎言，这药是母后赐的，关我何事？你以为除了我腹中的孩子，你就能安枕无忧了吗？夜郎哥哥爱我，你永远比不过我，日后你生的孩子也比不过我的孩子。我严重怀疑他脑子有病，不然怎么这时候了还在说胡话？侧妃还做梦呢。我们娘娘说了，侧妃天真烂漫，生孩子这等琐事最是磨人，会错磨掉侧妃身上的纯真，所以奴婢在这味堕胎药中特意加了绝子药。你说什么？侧妃日后再也生不出孩子。绝子药，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对姑最爱的女人动手？夜郎哥哥，孩子没了，他们还让我再也当不了母亲了，你要为我做主啊！崔婉，这就是你的人淡如菊，你居然敢害皇孙，还给他下绝子药，为什么？就因为绿莹多次从你处叫走姑，你就要这样狠毒的报复吗？坏种守则第7条，根据不同场合随时随地编瞎话。妾身若说，妾身对此一无所知，殿下可信阿婉的话？殿下，万万不可啊！太子妃如今有孕在身，万不可情绪激动啊！你怀孕了？太子妃自幼就是不争不抢、人淡如菊的性子，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身孕，满心都是腹中的小主子，又怎会对别人的孩子下手？既然你也是要做母亲的人，为什么就不能体谅绿莹，非要赶尽杀绝呢？你明知道她无父无母无亲眷，当初为了帮姑，整个清风寨的家人都没了，如今她在这世上只有腹中这一个骨肉是她的念想了，你们也容不下吗？奴婢来太子府前，皇后娘娘就已经料到，太子殿下定会因心疼侧妃，转而冤枉太子妃，责难奴婢。他杀的是姑的孩子，害的是姑最爱的女人，难道姑还不能问责？娘娘特意让奴婢带了一句口谕，娘娘说，若听完口谕，殿下依旧觉得奴婢有罪，那奴婢这命就交由殿下处置。但娘娘也说了，太子妃对此事毫不知晓，且她刚怀有身孕，经不起惊吓。您身为储君，万不可迁怒于发妻。送侧妃回院中，快请太医，务必保住她的命。是，太子殿下。你说，姑听着。沈侧妃这些日子一次次以腹痛为由在府内大闹，回回都要从太子妃房中强行唤走殿下。那又如何？她确实身子不适。殿下糊涂，此事早已传进宫中。淑妃娘娘在皇上那里添油加醋，说太子府子嗣如此传弱，是因殿下您身子骨不行。放肆！淑妃在圣上面前议论，说若是储君精血不足，子嗣自然立不住。这不仅是侧妃腹痛的小事，更是关乎国本，议论殿下您是否还有圣体安康的大事。沈绿莹这招腹痛换人，倒是坑了她一把。娘娘为了保住殿下的名声，不得不出此下策。若侧妃的孩子是因为意外没的，总好过让满朝文官议论殿下您气虚体弱要好。当真这么说？殿下，您应当清楚，皇上选定继承人，除了考量出身、才干与为人，这继承人的子是否繁茂、身子骨是否强烈，也是极为看重的。这些年，连带着他膝下的七皇子也格外受皇上喜爱。若让淑妃抓住了这子嗣孱弱的把柄，您觉得皇上会怎么想？母后就为了这种虚无缥缈的流言，就要杀姑的孩子？这不是流言，是您的前程。若您纵容沈侧妃胡闹，在皇上心里留下一个不堪重用的印象，那是令亲者痛，敌者快。到那时，娘娘多年筹谋都将付诸东流。侧妃这次闹得太大，终究是把自己腹中的筹码给折腾没了。权力的天平两端，沈绿衣那点情爱，哪能压得过七皇子的威胁？
可那是我和绿莹第一个孩子，是我期盼了那么久，甚至想好要教他骑马射箭的孩子。你们怎么能不经过姑允许就擅自除掉他？那是姑的血脉啊！皇室血脉不容有失。殿下，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那个孩子即便生下来，只要沈侧妃不安分，他也会成为您通往帝座路上的绊脚石。母后张口筹谋，闭口大义，可他心里究竟有没有过我这个儿子？他可曾在意过我这个人？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啊！他口口声声为了东宫，他知不知道亲手杀死的也是他的亲孙子啊？那是流着皇家血脉的苦肉。太子，您清醒一点，娘娘做这一切哪一桩哪一处不是从大计考量？若没娘娘的筹谋，这东宫之位早就是淑妃的囊中之物了。您怎么就理解不了娘娘的苦心？好，就算绿莹这胎不稳，就算母后为了大计不得不除掉她，姑认了。她为什么要为绿莹吃绝子药？为什么要断了她做母亲的指望？绿莹为了我背叛了整个清风寨，为了我，她失去了所有亲人和依仗。在这世上，她除了我燕郎已经一无所有了。毫不夸张地说，这世上绿莹比母后还要在意我，还要爱我。她把命都交给了姑，你们为什么要给她吃绝子药？为什么要亲手断送她最后的希望？因为娘娘要的是一个没有后顾忧的储君，而不是一个被土匪头子之女牵着鼻子的情种。殿下，别说了，母后也是为了您的将来。殿下，您觉得沈侧妃现在深爱着您，是因为她被这份情谊冲昏了头，忘了她身后还隔着清风寨几百口性命。可人这一辈子太漫长了。可若有一日，当赤裸的血海深仇处在你们中间，绿莹她不会的。到那时候，您身边睡着的就不再是爱妃，而是一个日日想要取您性命的厉鬼。娘娘稳坐后位这么多年，如何能容忍这样一个不稳定的隐患生下皇室血脉？沈侧妃不安分，这个孩子就是埋在东宫最大的祸根。殿下，娘娘让奴婢告诉您，储君可以有情，但绝不能让情爱成了拖您入深渊的锁链。话已至此，奴婢该回宫向娘娘复命了。殿下，您也该歇下了。太子妃如今怀着嫡子，您该知道怎么做。太子妃好生养胎。殿下，姑姑刚走，您这时候去侧妃那儿，岂不是把娘娘的话当耳旁风？滚开！大道理姑听够了。绿姨在那儿等姑救命，姑一刻也待不下去。果然，琳琅姑姑那些肺腑之言，她是半句也没听进去。殿下，真是被鬼迷了心窍。绿莹，这是你最爱的杏花酒，姑亲自为你酿的，别不开心了。酒再香，也抵不了我那苦命的孩子。殿下如今政务繁忙，何必陪我这废人浪费时间？胡说，什么政务，都没有你展颜一笑重要。殿下，皇上在朝堂问起您，说是积压的折子都堆成山了。告诉父皇，姑身子不适，谁也不见。姑娘，殿下疯了！今日东山酿酒，明日南溪采水，外头都传遍了，说太子为了个沈侧妃，连江山都不要了。他想当情种，我就送他一程。绿莹，你看这泥捏的像不像你家乡山头上的那个老猎户？姑特意命人把你们清风寨附近最有名的手艺人都接来了，只要你高兴，姑把整个戏班都留在府里，日日唱给你听。殿下费心了，可这泥人捏得再像，清风寨也回不来了。只要你愿意看，姑就让他们日日演，谁敢多嘴，姑就割了他的舌头。姑娘，殿下真是疯了！为博沈侧妃一笑，不仅搜寻那些湘戏班，竟然还把这群土匪旧尸全都安置在东宫。太子也是有够痴情的，可外头已经闹翻天了。今早刚传的消息说，御史台联名参奏殿下耽于席乐，宠妾灭妻，众大臣的意见可深了。御史参奏只是火星，咱们得加把柴。传信给父亲、大哥和长姐，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大肆宣扬太子如何被美色误国，如何天居上位。这京城的换太子风该刮起来了。太子身为国本，竟在东宫公然蓄养戏盘，与土匪家眷厮混，这成何体统？何止如此，听说太子为了侧妃，连朝政都荒废了。如今民间皆传七皇子德才兼备，太子却，实在是不配这储君之位啊！请皇上正国本，居乐。皇上，这是刚送到的。你们在这东宫胡闹，真当本宫是死人吗？这是御史台的弹劾密着。本宫今日就给你一句话，要么你自己去把沈氏那个祸处处理干净，要么你就等着圣上的一道废除圣旨。母后，您这是在逼儿臣吗？您是让我亲手杀了自己的爱人，
蠢货！本宫何时让你杀了他？我是让你暂时先冷待他，先把他那个狐妹子的院门给锁了。等来日你坐稳了那个位置，这天下女子谁不随你的心意？到时候你宠谁，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殿下，母后这也是为了保全您和沈妹妹啊。可我已经很对不住绿莹了。母后，您曾经教导过儿臣，说女儿家的心思最是单纯，但也最是脆弱。绿莹已经为了我失去了她的院门，她还活得下去吗？儿臣好怕来日登高望远，坐拥万里江山的时候，却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你当真是烂泥扶不上墙？母后息怒，殿下乃是至情至性之人，沈妹妹陪着殿下死里逃生，这份情谊阿婉听了都动容，更何况是殿下。你还要替她说话？她为了那个女人，连江山都快不要了。母后，妾身不想让殿下，更不想殿下受这种折磨，不若就让妾身做个保，由妾身亲自帮着一同约束殿下和沈妹妹。若他们在东宫再有逾矩胡闹之举，母后尽敢问责阿婉，求母后再给他们这对有情人一次机会。娘娘，太子妃这份心意当真是难得，既然太子妃愿意看管，总好过把殿下逼急了去。既然阿婉为你求情，本宫就暂且记下这笔账。若再让本宫听到御史台有风声，阿婉也护不住你们。儿臣谢母后恩典。姑以前真的错看你了，你当真不负人淡如菊这个评价。你放心，姑记着你的好，姑绝对不会忘记你如今的大度和宽容。这东宫永远有你的一席之地。殿下言重了，只要殿下与妹妹和美，阿婉做什么都心甘情愿。绿莹，你这是干什么？快把手放下！别过来，夜郎哥哥，绿莹知道自己身份低微，不讨父皇母后喜爱，死不足惜。但我沈绿莹丁是丁，卯是卯，就算死，我也要当着殿下的面揭穿崔婉这个贱人的真面目。绿莹，刚才在母后面前，母后雷霆大怒，要封了你的院门，彻底限制你的自由。若非阿婉不计前嫌为你求情，你以为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拿着簪子威胁姑？你还在这里构陷她？阿婉人淡如菊，不争不抢，她现在还怀着姑的骨肉，你能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不要再闹了？好一个不争不抢的太子妃！原来我做的一切在你眼里都是在胡闹。你说你父皇母后不喜我，你说母后要把我关起来。好，今天我就让你看个清楚，我沈绿莹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张幕僚，滚进来！殿下，崔婉，张幕僚，您应该不陌生吧？当初您利用张幕僚嗜赌，急需用钱的弱点买通了他，是你让他撺掇殿下行那些荒唐事，故意陷我于不义。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没想到沈绿莹这种鲁直的人，竟然能查到张幕僚，大意了，这真是一场措手不及。是真的吗？就为了这些戏班子和手艺人，姑被父皇在大殿上指着鼻子斥责，黛玉情爱胸无大志，姑甚至差点失去了太子之位。这一切的用因，竟全部出自于你！你有太子妃的尊荣，你有子嗣傍身，崔婉，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你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要亲手毁了姑的名声？为什么？为什么？燕郎哥哥，你问这些不是多余吗？为什么？还能为了什么？因为崔婉的人淡如菊，不争不抢，通通都是装出来的。张幕僚受不住良心的谴责，吐露真相后，我就总觉得自从崔婉嫁过来，这宫里就到处都不对劲。顺藤摸瓜往下查，你猜我查到了什么？大婚日杀烈马的那枚短剑，之所以翻遍京城也查不出，是因为那绣剑不是寻常物色，那是崔婉亲自设计，找能工巧匠定制的。绣剑是你自己设计的？殿下，妾身一介女流，如何懂得这些利器？你还在装？那本被母后诟病差点毁了燕郎哥哥前程的画板子，也是你亲口命书生写出来的。画板子也是你命人写的？沈绿莹，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殿下，侧妃真是疯魔了，她无凭无据，这是要置太子妃于死地呀！我有的是证据。崔婉，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妹妹，我知道你因为失了孩子而怨我，但这些事关东宫荣辱的罪名，阿婉实在不敢认。还有咱们的孩子，那个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这世界的孩子。够了，绿莹，孩子是母后身边的琳琅姑姑亲手端来的药，此事确实跟阿婉无关，是姑治家不严。燕郎哥哥，都到了这时候了，你居然还不信我？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成了这副睁眼瞎？堕胎药确实是母后不得已赏给我的，我不恨母后，但百事有因才有果。我不过是在院里叫了几个太医，
怎么我胎相不稳的消息就那么巧、那么精准的被淑妃利用了？这一切皆是因为崔婉买通了淑妃院里的洒扫宫女，一次次不经意的把东宫的消息传到那贱人手里。殿下，崔婉此人心机深，善伪装，心肠更是狠毒。若没有他在背后兴风作浪，您和母后何至于落到如此被动的地步？还有，您和母后为了流言焦头烂额时，崔婉的父兄在朝堂上做了什么？他们在朝堂上大肆支持七皇子，我合理怀疑崔家根本就是七皇子阵营的。崔婉之所以嫁给您，就是为了报复您曾经对崔家的威胁，她是来摧毁您的。殿下，您自己看，这些证人，这些口供，难道都是我胡编乱造的吗？贱人，姑当真看错了你，你居然敢在背后如此算计姑和绿莹！崔婉，你的狐狸尾巴终究是藏不住了。殿下息怒啊！太子妃还怀着您的骨肉，您这一巴掌若是伤了小主子……肉，这种心如蛇蝎的女人，生出来的也是孽种。姑要亲自给绿莹洗刷冤屈，姑要让母后亲眼看看，这东宫里兴风作浪、挑拨离间的，到底是何等歹毒的货色！殿下，这么晚入宫，娘娘定会动怒的。求您看在太子妃出孕的份上，到底是我被崔家保护的太好，又自以为是的把沈绿莹想得太弱，竟把所有的破绽和命脉都交到了对方手上。嬷嬷，别哭，还没到绝路。此遭若不能善了，只怕不仅我，就连父母哥姐都要被我拉入深渊。磨蹭什么？走！怎么又回来了？本宫才打发了你们几个时辰，这东宫的火就烧到坤宁宫来了。哼，还把这祸害也带来了，就不能让本宫清醒一会儿吗？娘娘，绿莹知道自己身份卑微，死不足惜，可今日绿莹拼死要揭穿这个毒妇的真面目。张幕僚和秀姐，还有买通的宫女，崔家在皇帝面前支持七皇子，这些都是崔婉做的。母后，绿莹所言句句属实，证人证据皆在。崔婉此人来者不善，他背后站着的是崔家，是七皇子。若是留着他，咱们母子多年筹谋必将毁于一旦。咱们必须永除后患。崔婉，你父兄在朝堂上为七皇子摇旗后喊，你在东宫离间太子，折损皇孙。事到如今，你可还有什么要辩解的？你可认罪？姑娘，您辩一辩啊！只要您开口争辩，把那些证人撕碎，咱们还有机会。我的人设是人淡如菊，不争不抢。若现在急赤白脸的争论，我确有把握扭转乾坤，但日后我再想扛人淡如菊这面大旗，可就不成了。若这面旗倒了，以后在东宫，我就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臣妾不知沈侧妃是从何处搜罗的这些人，也不知那些口供从何而来，妾身百口莫辩。阿婉只求母后和殿下能全了妾身这一份清白。崔婉，人证物证俱在，你居然还在装这副可怜样，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崔婉，姑念在你腹中还孕育着东宫子嗣的份上，待你生下孩子，姑会给你一个全尸。至于崔家，姑自会慢慢清算。全尸？合着我还得谢主隆恩，谢你全家给我留个全尸。母后，儿臣不知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狗挟儿臣，更不知崔家如何成了贼臣。但儿臣想求母后再给儿臣最后一个机会。娘娘，万万不可！这毒妇诡计多端，谁知她又要耍什么花招？我就在母后和你的眼皮子底下问话，众目睽睽，我一介弱智女儒，手里还护着孩子，我能搞什么鬼？你这种心机深重之人，哪怕是一句话也能害死人。行了，让他问。娘娘，太子妃向来是个妥帖人，让她死个明白，也省得崔家在那边说咱们东宫屈打成招。崔婉，本宫就给你这颗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谁也救不了你。你们跟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要这样构陷我？是不是侧妃？侧妃威胁于你们了？你们尽可放心，只要今日当着母后和殿下的面说真话，我崔婉发誓绝不为难你们。张幕僚，别怕，咱们一字一句慢慢说。娘娘恕罪，殿下恕罪。奴婢该死，东
都怪小的们贪图富贵，为一己私利攀附太子妃。你们在胡说什么？刚才你们明明说那是小的们被猪油蒙了心，太子妃人淡如菊，怎会只是小的们？全是小的们为了往上爬，才在那儿满嘴胡捏啊！你们之前在东宫不是这么说的，明明是崔婉威逼利诱你们，你们才助纣为虐的，怎么现在全变了？你们说话呀！刚刚崔婉给你们下了什么迷魂药？你们就被他那几句装腔作势的话迷得五迷三道了。皇后和殿下都在这儿，你们还有什么不敢说的？你们到底在怕什么？侧妃娘娘，求您别再为难小的了。您说的什么秀奴不秀奴的，小的这辈子听都没听过啊！你说什么？小的就是个打铁的，只会打菜刀锄头，小的上哪儿会打那老屎子玩意儿？求求您了，侧妃，不要再逼迫小的做伪证了。侧妃娘娘，您当初拜托我写画子的酬金还在我床前放着呢，那是您的私印。你敢陷害我？还有半年就要秋闱了，小的10年寒窗，实在不想再掺和这些构陷太子妃的乱七八糟事儿，求侧妃体恤小的，莫再用前程威胁小的做伪证了。沈侧妃，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不是的，你们撒谎！你们当初在东宫不是这样说的。走。肯定是你，肯定是崔婉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不然你们怎么都变了口风？夜郎哥哥，你说话呀！你帮帮绿莹啊！姑娘，您身子重，可千万站稳了。瞧瞧侧妃这副疯模样，真是要把人吓死。嬷嬷别怕，只要能还阿婉一个清白，受点惊吓又算得了什么？够了！你这个搬弄是非、心肠狠毒的泼妇！夜郎哥哥，你要信我，真的是他。来人，给姑把他的口鼻堵住，姑一个字也不想再听到。阿婉，姑刚才竟然对你……殿下，阿婉不疼。你不用再费力分辨了，姑也没兴趣再听你的满口谎话。当年在战场上，你献计让姑把染了瘟疫的牲畜送往敌军，导致近3万将士惨死在瘟疫之下。姑那时只当你是一心为姑，如今看来当真是心机歹毒、心狠手辣。你对待养育自己的家眷更是冷漠自私，不过是为了姑这样一个初次见面的男人，你就能毫不犹豫地把供养你长大的清风寨彻底出卖，此等行径简直是不孝不义。大婚当日，你更是贼心不死，竟敢骑着烈马直冲阿婉而去。若非当时侍卫英勇护驾，恐怕阿婉连命都要丧在你手里。事到如今，你竟然还死不悔改，为了争宠，竟然不惜伪造证人诬陷阿婉。你知不知道阿婉怀着姑的嫡长子？构陷他，就是想害得姑差点失去嫡长子。沈绿莹，姑从前真是被猪油蒙了心，当真是个蛇蝎妇人。带走，别在娘娘驾前惊扰了圣驾。姑娘，刚才吓死老奴了，侧妃竟连张幕僚都搜罗了来，幸好那些人证最后全改了口，真不知是谁在背后帮衬。这世上哪让无缘无故的帮衬，不过是捏准了死穴罢了。您的意思是，威胁人证这种事，沈绿莹这种半路出家的能有多少经验？我可是天生坏主，玩这些暗杀手段时，他沈绿莹还不知道在哪座山上当土匪呢。阿婉，过来。今日让你受委屈了，是东宫管教无方，才让那个婆婆伤了你。阿婉，是姑被猪油蒙了心，姑发誓绝不会再让那种女人近你的身，你且安心养胎。殿下平安无事，阿婉就知足了。阿婉，这些都是安神补身的珍宝，你且收下。太子妃，马车已备好，夜深路重，殿下快护送娘娘回宫歇息吧。姑娘，刚才在坤宁宫，老奴这颗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差点以为咱们今日要彻底栽在那沈侧妃手里呢。这些铁匠女儿的银项圈、穷书生儿子的长命锁，还有这只不起眼的木钗和陈旧的荷包，您平日常在院里坐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到底是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收集齐的？你不懂，在这吃人的宫里，若是等到刀架在脖子上才想起来求饶，那崔家上下几百口人早就成了乱葬岗的孤魂了。所以，您从用这些人的第一天起，就没打算真正信任他们？坏种守则第9条，永远要把任何人、任何事都往最坏处想，并且必须未雨绸缪。我既然敢用张幕僚那种嗜赌之徒，敢用贪财的铁匠和清高的穷书生，就必然会提前捏住他们的软肋。项圈、长命锁那是他们的命根子，木材和荷包那是他们最在意的妻儿。只要这些东西在我手里，哪怕沈绿衣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借他们10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在御前吐露半个不该说的字。嬷嬷，这世上最不可信的就是人心，只有握住死穴，才能让他们乖乖听话。姑娘，沈侧妃那一闹，殿下这些日子像是被抽了魂儿，连着半个月都没跨进过后院半步，更别说碰女人了。一个沈绿营已经令他元气大伤，他现在不是不近女色，是怕。不过殿下倒是在朝堂上拼命的很，像是要把之前丢的面子全挣回来。他忙得好，他若不忙，我和父兄出布下的棋局又怎么发挥作用？七皇子近日处理2淮水患，雷厉风行，百官无不叹服。相比之下，太子殿下虽勤勉，可先前那些荒唐事尚未平息，人心不稳啊。崔家旧部盘根错节，竟全都倒向了老七。这些人是在逼朕放权吗？阿婉，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父皇看姑的眼神越来越冷？为什么满朝文武都在夸老七？殿下，父皇如今日益衰老，您表现得越急切，父皇便越觉得您在等他龙御宾天。姑绝无此意。阿婉知道，所以咱们不如顺了他们的意，以退为进。您请辞太子位，父皇反而会觉得您至孝。父皇，儿臣忝居太子位多年，本是为了帮父皇分忧。如今瞧着七弟能力远胜儿臣，更受百官拥护，儿臣乐意退位让贤。儿臣不求权位，只求能腾出时间，在这东宫当个闲散亲王，好好侍奉父皇，全了儿臣的孝心。听说了吗？太子殿下刚才在御书房跪求退位，说是要一心一意伺候圣上呢。太子这是至纯至孝，可你瞧瞧那边，淑妃和张家那些人正忙着联络朝臣，准备上寿立7皇子。一边是汲汲营营想夺权，一边是至纯至孝想尽孝，这高下立见啊！圣上那脾气，怕是要烧起来了。太子既已主动请辞，说明其德行不足以负重。7皇子聪慧过人，深得民心，微臣斗胆，请圣上早定国本，改立7皇子为储。臣等附议，请圣上顺应天意，改立7储。干脆我燕氏的江山，拱手让与你张家得了。太子请辞是为了孝顺朕，你们张家倒好，恨不得明天就让朕挪位子是吗？老臣罪该万死。皇上开恩，张家自知惊扰圣驾，微臣斗胆请旨，即刻复灵还乡。滚！都给朕滚回山里去！姑娘，张家倒了，如日中天的7皇子党，这下全偃旗息鼓了。张家何时能重返权力中心，这辈子怕是没人能预测了。还是姑娘棋高一筹，让殿下以退为进，竟逼得张家举家迁徙。这才只是个开始罢了，我要一步步走到权力中心。燕郎，你曾在朕御前请辞太子，说要一生侍奉朕。那时朕便知，你虽平庸，却尚有一份纯孝。父皇，儿臣不求权位，只求父皇龙体康健啊！崔青的女儿倒是个稳重的，有你辅佐她，朕也算放心。传朕旨意，由太子燕兰继位。至于7皇子党羽，统统逐出京城，不可动摇国本。皇上驾崩了！啊！万岁！万岁！万岁！圣上登基，册封崔氏为后，皇长子册封为皇太子。燕郎登基，我顺理成章成为皇后，长子亦贵为储君。但这江山才刚开始洗牌。
南无阿弥陀佛。母后，您走了，这世上再也没人真心在意儿臣了，儿臣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啊！皇上节哀，母后虽走，但臣妾与太子还在，崔家亦会誓死效忠。效忠？你们只知道大义，只知道规矩，姑好累。姑想要一个能让姑喘口气的人。姑娘，不，娘娘，您瞧瞧，这2日入宫的尽是些什么货色？沈绿营的替身了。太后一走，她竟开始怀念起那沈绿营曾经带给她的欢愉和刺激，说是只有在那女人身边才觉得自己是个人。她找了一个又一个替身，把整个后宫闹得乌烟瘴气。昨儿个听说那个新来的李答应竟然在御前学着土匪的样子给皇上敬酒，皇上不仅不恼，反而哈哈大笑。由他去吧。娘娘，您当真不管？那帮妖精都快爬到您头上来了，外头都在传皇上昏庸。我本就懒得应付阉郎，他想在这红墙大院里找回他死掉的清风寨的梦。怎么会？母后，父皇今日又带那个奇怪的姐姐骑马了，他都不来看我习字。太子乖，你父皇在玩一场注定会输的戏法，咱们不理睬他。阿婉，你瞧，那道人说这是9转延年丹，朕最近觉得精力充沛，仿佛回到了清风寨那段时光。殿下吉人天相，这权力越高的人，老天爷自然越舍不得收回去。只要能永生，大楚的江山便永远是您的。对，朕要永生，朕还要让绿营回来看朕长生不老。殿下慢些。皇上，这丹药虽好，可滚！你懂什么？皇上这是单独入髓，龙体已然。太医，无论用什么名贵药材，都要吊住皇上的命。娘娘，不到3个月，皇上便真的……不出3个月，阉郎必崩。这丹药本就是送他最后一程的厚礼。殿下，您去吧，阿幼我会教养好的。大楚的江山，臣妾会替您守着。宣旨，新帝登基，太后崔氏垂帘听政，辅佐朝纲。荒唐！否极司臣，国之将亡。太后娘娘，祖宗法度在上，女人不得干政。您这是在祸乱江山，臣等不服，请太后还政于宗室。若娘娘执意垂帘，臣便撞死在这石柱之上，以死殉国。娘娘，这些人蹦跶得太欢了，御史那帮人简直是要闹翻天了。太后娘娘，您若还有半分良知，便该退守后宫。今日微臣就是死在这金銮殿上，也要留下这一腔碧血，洗刷这朝堂之辱。忠心耿耿，哀家甚上感动。既然御史大夫这一生的宏愿便是死谏，哀家若是不成臣，倒显得哀家这个太后不通情理。来人，成全御史大夫的忠名，赐自尽。你敢杀言官？2位大人方才不是也想效仿吗？哀家偶尔也会有善心作祟的时候，所以我只能满足你们的愿望。太后开恩！带下去。3位大人既然求死得名，哀家便成全你们这一世清明。众卿，可还有要死谏的？太后娘娘圣明，臣等誓死效忠。太后娘娘懿旨，3位大人忠烈敢言，赏银100两厚葬。其家中子弟3年内不得入仕，免得再为虚名所累。还是断人前程。闭嘴！你也想被成全？坏种守则第10条，刀落下去之后，还要给刀口裹一层仁义的布。母后，儿臣怕。怕是好事，怕才知道这把龙衣底下压着多少骨头。传哀家懿旨，即日起清查3司宗室俸禄，先帝丹药旧案，哀家倒要看看有多少忠臣拿着国库的银子来骂哀家。太后娘娘，新帝年幼，朝局动荡，按祖制，宗室当初一位辅政亲王代幼主理政。臣等并非不敬娘娘，只是女子久居深宫，与军国大事终究隔了一层。乃嬷嬷，哼！诸王是担心哀家操劳，臣等一片忠心。忠心最难得。既然诸王如此有心，不如各自递一份辅政章程，写清楚谁掌兵，谁掌财，谁掌吏部，哀家也好看看诸王到底想替阿幼分多少忧。娘娘，您真让他们写，这不是给他们名正言顺夺权的机会吗？他们不写，哀家怎么知道谁胃口最大？启禀娘娘，宗正王府近3月暗中调粮3万担，李亲王府饲养甲士800。很好，让他们继续写，写得越详细越好。母后，他们说是替儿臣分忧，可每一条都在要权。
能看出这一层算没白交。陛下聪慧，记住，伸手要权的人，嘴上永远说的是替你分忧。王爷，只要这份先帝遗诏入宫，便能证明先帝临终前曾命宗室扶正。太后再强，也不能违逆先帝。若被查出是假的，先帝已死，死人不会开口。何况满朝文武本就不服一个女人坐在帘后。这天下姓燕，不姓崔。臣不忍先帝一命蒙尘，今日冒死呈上。先帝遗诏，命宗室摄政，太后不得专权。臣请太后还政宗室，以全先帝遗愿。先帝当年最恨诛杀印尼参松江，因为他说那味道像炼丹房。自他登基后，御印印尼只用南海朱砂，绝不掺香。启禀娘娘，诏书印预热有松香味。王叔，你伪造遗诏时，连先帝这点怪病都没打听清楚。臣一时糊涂，求娘娘念在臣乃宗室长辈。长辈，王叔拿假诏逼幼主退权时，可曾记得阿优也是你？娘娘明鉴，臣等只是被宗正王蒙蔽。方才你喊得最大声。宗正王年迈，哀家不忍见血，便请王叔留在太庙，为燕氏列祖列宗抄写祖训，抄到手不能动为止。娘娘，这是囚禁！王叔不是最敬祖宗家法吗？哀家成全你，日日与祖宗相伴。母后，您为何不处理宗正王？杀了他就是宗室忠烈，留着他就是活着的笑话。娘娘这一手比杀了还狠。死人只能吓人一时，笑话能吓人一辈子。陛下可先学着批红。母后，若我写错了，会不会害很多人？会。所以你不能因为害怕写错，就把笔交给别人。这人要杀宗正王，因为他想用王叔的血向哀家表忠心；这人要宽赦宗室，因为他女儿嫁进了礼亲王府；这人请哀家归正，因为他赌你年幼，好拿捏。他们写的都不是心里话。朝堂上最不值钱的就是心里话。臣请辞户部侍郎之职，大郎意愿外放偏州，请太后娘娘准允。阿婉，如今外头都说崔家要借幼帝把持朝堂，我们不能再让你被人拿住把柄。爹爹这是要与我划清界限。是臣要替娘娘斩断外戚之祸。你小时候为了我杀马，回府后躲在这里洗了半天手。阿婉，你还记得吗？记得，那血腥气3日都没洗掉。如今呢，还洗得掉吗？洗不掉就不洗了。手脏总比你们进乱葬场干净。准崔父致仕，崔明外放边州巡盐，长姐夫调离京畿。太后竟连娘家都学。哀家今日先消崔家，是告诉诸位，别拿外戚2字试探哀家。哀家连亲爹都舍得放，你们谁觉得自己比崔家更金贵？启禀娘娘，先帝丹药，宫中替身赏赐，宗室年俸，数年间耗银巨大，库银确实亏空。国库怎么会空？因为人人都觉得江山姓燕，银子却可以先姓自己。礼亲王府去年暴灾，领真银10万两。可同月，王府添置南珠屏风6件。娘娘饶命！兵部旧库报损3000副甲胄，可经交黑市铜皮甲片转手卖给了北境马商。小的只是跑腿。看清楚，这才叫国本。没有银子，龙椅就是一把刷了金漆的木椅。娘娘，这些人牵连太广，一口气动了，怕是朝堂要震。不动，边关就要震。娘娘的意思是，把帐撺钉好，等他们自己把刀系到哀家手里。娘娘，北境800里加急，北敌犯边，连破3堡。守将急奏，粮草不足，军械老旧，请朝廷速援。母后怎么办？国库刚空，边关就破，倒像有人替北敌掐着日子算好了。太后久居深宫，不知兵事，臣愿请命为摄政王，统筹粮草兵马，替陛下平定北境。国难当前，确需宗室坐镇，方能安军心。请太后准奏，请礼亲王摄政。哀家还没说要用谁，诸位倒先替哀家选好了。礼亲王，你府中那800私兵，可愿一并冲入北境军？兵部尚书报损的3000甲胄，如今在何处？传哀家懿旨，缺的是粮草禽硕，领北境军械，不是一个趁火打劫的摄政王。户部、兵部3日内补齐粮械，谁少1粒粮1片甲，哀家就从谁家库里搬。老臣10年未掌兵，娘娘当真放心？哀家不放心人，只放心账。
秦老将军当年守北境13年，少报军功3次，多退粮草2万担，这样的人，哀家用得起。臣愿为陛下、为娘娘守住北境，为大楚，为大楚。国库空，边关急，哀家不白拿诸位的粮。娘娘要借粮，借，3年盐引，北仓优先兑付，换诸位今日开仓。若有人不愿呢？不愿也无妨，哀家会让户部查一查，他家这些年税银交的可齐纯。母后，您这是威胁他们？错，这是买卖，只不过哀家的秤比他们重一点。若以后儿臣亲政，也能这样做吗？能，但你要先知道哪一次该买，哪一次该杀。坏种守则第10条，教孩子仁义之前，先教他看见刀柄在哪儿。提起不了。等你们很久了。构陷，这是构陷！王爷昨日还请命掌兵，今日粮到便有人泄密，巧的哀家都替你害臊。娘娘明察！陛下，你来问。李亲王，若不是你府中暗计，为何在北狄探子的信上？坏种守则第4条，要杀敌人，不如先让敌人以为自己能赢。李亲王谋逆通敌，废王爵。母后，3族男丁流放北境，是不是太重？他们卖的是北境将士的命，让他们去北境吹一吹风，正合适。太后娘娘圣明，小皇上万岁！北境守住了。母后，原来百姓也会谢我。他们谢的是能让他们活下去的人。今日是你，明日也可以不是你。陛下，太傅，书上说人君爱民，可母后处理了那么多人，百姓却也谢他。因为百姓不在乎朝堂上死了几个贪官污吏，他们在乎边关有没有破，粮价有没有涨，儿子会不会被抓去填战袍。那人君是什么？能让该活的人活，该死的人死。娘娘，小陛下今日问的多了，他开始长眼睛了。这是好事儿。对天下是好事，对我未必。陛下，臣听父亲说，如今天下只知太后，不知陛下。放肆！母后，儿臣什么时候可以亲政？谁教你问的？没有人教，儿臣只是想知道，儿臣到底是皇帝还是母后的印章？娘娘，小孩子受人挑拨，过几日就好了。他问的没错，我扶他坐上龙椅，又怕他坐不稳，罢了罢了。传旨，明日早朝，让陛下亲政1日。太后懿旨，今日诸事皆由陛下圣裁。启奏陛下，李秦王案株连过重，请陛下施仁政，赦其女眷。准。启禀陛下，李秦王女眷中有3人参与转运密信，若一并赦免，北境300阵亡将士家眷恐有怨言。启奏陛下，若开此恩例，宗室案其余族眷亦要上表求赦。母后，儿臣今日才知道，做皇帝不是坐在那里说一句话就够了。那你还想亲政吗？想，但儿臣要先学会不被他们牵着走。这才像我的儿子。娘娘积劳成疾，又寒气入体，需静养数日，万不可再操劳。外头呢？几位宗室旧臣求见陛下，说娘娘病重，朝政不可一日无主。狐狸闻到血腥味了。陛下，太后病重，正是您亲政之时，臣等愿辅佐陛下，清除崔氏旧党。太后专权多时，若陛下再不决断，恐天下只知太后，不知君父。你们说辅佐朕，那兵权归谁？财权归谁？吏部归谁？传朕旨意，今夜入宫逼朕亲政者，先押入偏殿候诊，任何人不得出宫传信。陛下，您这是受太后胁迫。朕母后病着，但朕没病。母后，儿臣没有让他们出宫。做得不够狠，但够稳。臣等只是担心国本。陛下仁德，哀家没有异议，但哀家补一道懿旨：昨夜参与逼宫者，3代内不得入中书；未涉案家眷可保性命，却不可再借祖荫实录。
母后，儿臣已经饶了他们家眷，所以哀家没杀。可您断了他们3代前程。命是人，权是威，你给人，母后替你补威，等你有一日能自己2样都握住。母后会不会舍不得放手？会，所以你要长得比母后更快。启奏陛下，江南严政积弊已久，臣请派钦差彻查。准。钦差用寒门出身的许慎，不用世家子弟。严正牵扯本地豪族，世家查世家，只会查出一篇好文章。陛下圣明，只是太后娘娘垂帘多年，如今陛下已能独断，是否该撤帘归正，以正名分？准。自今日起，寻常政务由朕亲裁。军国重视，朕仍会入慈宁宫，请太后共议。怎么？你是想让朕孝顺，还是想让朕忘恩？娘娘，您真让了？不是让，是他终于能接了。母后，儿臣今日没有多年的权。我知道，儿臣是想告诉天下，母后教出来的皇帝可以自己坐稳龙椅。娘娘，从崔府到东宫，从东宫到凤仪殿，再到如今，您终于能歇一歇了。歇？嬷嬷，你还是不懂。坏种守则最后一条，真正的掌权不是永远坐在帘后，而是帘子撤了，天下仍按你的规矩运转。